大家好，这邻居送的其中一株九重葛呢，经过修剪后变成这样啊。目前开花的状况已经可以比叶片多了。至于一旁青葱的状况，算是非常健康粗壮啊。有的人会分不清葱跟蒜的长相差别，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大蒜是扁叶啊，叶片内部没有充气的感觉。一旁则是蒜花种植蒜种的现况，因为被狗爬起来过了，生长的速度就相对比较慢。关于花椰菜或是青花菜进入结球后，青花菜没有多一层覆盖，影响比较小，而花椰菜进入结球时，可以用布织布盖上，或是折下下方的叶片将花球盖住，这样可以避免白花椰菜变得灰灰紫紫的外貌，这样要送人会比较好看，煮起来也会比较漂亮。至于采收的判断方式，不是依据花球的大小，因为花椰菜很容易受天气影响，导致大小可以差异非常大。若是依据大小下去采收，很容易出现成熟度不足，吃起来会比较硬。青花菜或是花椰菜在采收时，要依据花球有蹦开的感觉。若是很大颗，却还很紧密的粘在一起，就先恭喜你种植得很成功了。不过先别急着采收，避免功亏一篑，记得得多等待几天再采收。而青花菜采收的方式跟贩售的方式不同，由于青花菜贩售时是采颗计价，为了方便运送，因此下方的菜心会保留得很短。自己种植的话，这下方的菜心去皮后，一样可以一起炒，增加菜量。若是同时采收多颗，下方的菜心则可以另外处理，采用腌制的方式，就多了一样脆口的菜心可食用。采收完先做验收的动作。青花菜烹煮前呢，要做撕菜的动作了。菜刀用不顺手，就直接用手做剥皮的动作。原本看它这么小颗应该一餐一人就可以吃掉，结果硬是分成2餐才吃完。关于撕菜的动作，乡下理菜时呢，通常都会这样做了，这样可以在烹煮后菜更为细嫩了。也因为有这个习惯使然呢，家母连很细嫩的芦笋跟甜油菜心也会这样做了。其实有的菜呢，根本纤维很少，可以直接煮了。因为要多做撕菜的动作，烹煮前备菜就要多花很久的时间。又是一餐纯素料理，只是换了菜这样煮的方式速度可以快很多。重口味的菜心则是事先腌制好的结头菜。影片最后来分享采收后保护菜的小技巧。这若不是种植在住家旁，要带回家或是要送人，这样的采收方式可以避免花椰菜碰撞的机会。首先将花椰菜砍下时要留一点握把，再将最下方的叶片摘除只留护住花椰菜的叶片，感觉就像是花托接着从底部往上将叶片切掉，只留下叶片叶柄的位置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空间。除了方便收纳，就算是要进行堆叠，也可以有很好的保护效果。以上分享，谢谢收看。